我的亲生父母理查德和玛莎·万斯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。杰西卡，你怎么了？你从来不说脏话的。我们把你当万斯家的大小姐培养，你怎么能像水手一样骂人？我的心就紧了。他刚才那句话的重点是他想设计让他们把我赶出家门。然而，他们完全无视了其中的恶意。他们不在乎他想让我消失，不在乎他叫我垃圾。他们只在乎他们精心栽培的完美女儿竟然在礼仪上出了岔子。回想起前世，回想起他们如何轻易就相信了他的谎言，我意识到一件事：他们不单单是眼瞎，他们是根本不在乎我。杰西卡迅速变了脸，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刚才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，那些话不是我的本意。爸爸妈妈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埃莱娜一走进来，我就感觉到一股黑暗沉重的能量。我父母转向我，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而充满厌恶。埃莱娜，你在那个穷乡僻壤学了什么巫术？竟敢对你姐姐用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既然你现在是万斯家的人了，就得守我们的规矩，把你那些不入流的把戏收起来。我们把你接回来，没指望你光宗耀祖，但至少别给我们丢脸。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泰勒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。杰西卡是在埃莱娜一进来就开始不对劲的，她肯定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了，得做个净化仪式，不然我没法安心睡在同一个屋檐下。我拼命摇头，我什么都没带。杰西卡只是不小心说了实话，他们无视了我。理查德立刻打电话叫来了家里的灵性顾问，一个叫托马斯兄弟的男人。托马斯是个惯骗，很明白该站在哪一边。他和杰西卡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色，然后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。埃莱娜小姐身上确实附着一个黑暗的灵体，仅凭祷告无法驱除，需要体罚驱逐。既然灵体针对的是杰西卡小姐，那必须由她来执掌工具。她需要用皮鞭抽打埃莱娜小姐81下，才能将恶灵驱逐出去。我父母二话不说，命令佣人把我绑了起来。杰西卡拿起了鞭子，她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兴奋光芒。对不起，埃莱娜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她咯咯地笑了，那是一种胜利的笑声，然后扬起了手臂，准备抽下。但当鞭子落下时，她的嘴巴再次背叛了她。看到了吧，爸妈永远站在我这边。我说你被诅咒了，他们就让我打你。在这个家里，你对我来说连条狗都不如。听到这话，我父母只是皱起了眉头。杰西卡，用力点，把恶魔打出来。杰西卡用尽全力，皮鞭撕裂了我的衣服，割开了我的皮肤。81下终于结束后，他们解开了我。我瘫倒在地，因剧痛而动弹不得。我父母吩咐一个佣人扶我上楼，但托马斯兄弟抬手制止了。等等，埃莱娜小姐不应该待在宽敞舒适的房间里。黑暗灵体喜爱舒适，容易回归。狭小、黑暗的空间最好。我父母想了想，1楼那个储藏室很小，没有窗户，但床放不进去。托马斯高深莫测地点点头，那样最好。埃莱娜小姐受点苦，灵体才不会想回来。2，我被扔进了那个潮湿、黑暗的储藏室。我蜷缩在角落里，身体因痛苦而颤抖，绝望扼住了我的喉咙。我以为有了真话系统，这辈子会容易些。我没想到开局比上辈子还要艰难。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杰西卡走了进来，俯视着我，仿佛在看一只蟑螂。你动了手脚，是不是？让我说了实话。你真天真，埃莱娜。就算我说出来又怎样？爸妈永远会选择我。是亲生女儿又怎么样？你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废物。你以为你能跟我比？识相点，就滚回你来的那个泥巴地里去。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杰西卡的表情瞬间切换成惊恐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求你了，别伤害我。她从架子上抓起一把裁纸刀，
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听到他的尖叫，我父母冲了进来，推开我，把他护在怀里。埃莱娜，你对杰西卡做了什么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是看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。你觉得我们会相信杰西卡自己捅自己？你疯了吗？杰西卡虚弱地喘息着，依偎在玛莎怀里。我只是问他一个人睡怕不怕，要不要人陪，然后他就捅了我。理查德和泰勒用纯粹的恨意瞪着我。埃莱娜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万斯家的血脉怎么会生出这么冷血的东西？我父亲抬手就要扇我，但杰西卡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我进来是想激怒这个贱人，告诉他这里没他的位置，然后我就捅了自己嫁祸给他。他猛地捂住嘴。我父亲的手僵在半空，房间里一片死寂。我看着我父母，听到了吗？这才是真相。泰勒嗤笑一声，打破了紧张的气氛。看来进化的还不够彻底，那恶魔还在逼他说疯话，陷害杰西卡。我父母没有反驳，他们让泰勒带杰西卡去包扎伤口。他们用冰冷、漠然的眼神瞥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。为什么？我把这个问题抛向他们离去的背影。你们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你们知道是他在自导自演，为什么还要偏袒他？玛莎转过身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埃莱娜，爱是需要时间培养的，不会因为 DNA 就凭空出现。过去10几年，杰西卡就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把一切都倾注在她身上。就算抛开感情不谈，看看她，她的优雅、谈吐、教养，那才是万斯家女儿该有的样子。你就是个乡巴佬，你拿什么比？女儿代表的是家族的脸面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接回来？你以为我们想吗？警察大张旗鼓地找到了你，我们不能放着亲生女儿流落在外，让媒体把我们撕碎。万斯家不会让你饿死，但你别妄想取代杰西卡。他们走远了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终于彻底冰封。我想起仲裁者告诉我的关于杰西卡的秘密。我笑了。我不再需要他们廉价的情感了。我要让他们知道真相，然后我要让他们失去他们所在乎的一切。3. 我去找了布莱恩·鲍威尔。万斯家和鲍威尔家多年前就为布莱恩和杰西卡定下了婚约。布莱恩厌恶这个安排，却又无法违抗家族命令。我被找回来的事，新闻铺天盖地。布莱恩立刻认出了我，他带着无聊且冷漠的眼神看着我。怎么？万斯家要换新娘了？我摇摇头。我来做个交易。布莱恩扬起眉毛。什么交易？我知道你不想娶我家的人，只是商业压力。如果万斯企业突然破产，你父母就不会逼你完成婚礼了吧？我有办法让他们的股票崩盘。布莱恩坐直了身体，他笑了，笑声尖锐而讽刺。看来归来的女儿明白了，血浓于水不过是句空话。所以，成交吗，鲍威尔先生？如果你们家垮了，你也跟着一起完蛋。你愿意失去一切？我说了，这是交易。我帮你搞垮万斯家的基业，作为回报，你给我1000万现金。等银行拍卖万斯家的庄园时，你买下来，然后过户给我。就这些，就这些。1000万足够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。至于别墅，上辈子他们把我从那里赶出去等死，这辈子我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布莱恩缓缓点头。搞垮万斯企业不是小事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第一，现在就要那笔钱。我不信任你，怕你赖账。布莱恩接过我写着账户号码的纸条，递给秘书。5分钟后，资金到账了。我笑了。你不怕我骗你？区1000万，我赌得起。况且，这城里没人敢骗布莱恩·鲍威尔。第二部分是什么？下周，鲍威尔家要举办盛大晚宴。我需要你在流程里加一个环节。我解释完后，
布莱恩困惑地看着我。这就够了。我点点头。你只需坐着看好戏，你将亲眼见证万斯帝国如何崩塌。1周后，全市最顶级的社交盛会，盛大晚宴如期而至。请柬送到家里时，杰西卡注意到日程表上新增了一项。所有家族继承人，无论男女，都要上台，分享一段个人成长故事。杰西卡兴奋地尖叫起来，这一定是布莱恩的主意。他想多了解我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，就干脆办了个活动。太浪漫了，就像为了拥抱你，我拥抱了整个世界那种感觉。我得写一篇完美的演讲稿。他瞥了我一眼，眼神变得阴险。妈妈，爸爸，埃莱娜也要讲话吗？我很好奇，一个乡巴佬能讲什么？产猪粪吗？姐姐，你整天就干这个吧？4. 我父母用毫不掩饰的厌恶目光看着我。这可是上流社会的晚宴，他能讲出什么不让人作呕的东西？埃莱娜，你听好，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得带你去。但你把嘴给我闭紧，多笑，少说话，别暴露你没教养的样子。我们丢不起这个人。我还听说你前几天去找布莱恩了。你以为自己是亲生的就能抢杰西卡的未婚夫？照照镜子吧，就算布莱恩脑子坏了，用10英尺长的杆子都不会碰你。从现在起，没有我们允许，你不准见任何人。别给我们丢脸了。杰西卡眉开眼笑，尽情享受着我的屈辱。我要去写演讲稿啦。放心吧，爸爸妈妈，我一定让万斯家族大放异彩。看着他蹦蹦跳跳离开，我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是的，杰西卡，好好准备你那篇演讲吧，让它完美，打磨好每一个字，反正都是白费功夫，因为等你张开嘴，稿子上的一个字都不会说出来。妈妈，爸爸，我真等不及要看你们知道真相时的表情了。晚宴之夜终于来临。鲍威尔家的宴会厅里，水晶吊灯和高级定制礼服汇成一片海洋。杰西卡挽着泰勒的手臂，我父母骄傲地跟在他们身后，我则像个不受欢迎的影子，拖在后面。人们认出了我这个归来的女儿，纷纷过来看热闹。玛莎狠狠掐了掐我礼服的布料，粗鲁地把我往前拉。是，没错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没见过世面。要是有失礼之处，还请见谅。我们供她吃穿，试着教导她，但她就是改不了那身土气。宾客们说着空洞的客套话，至少她回家了。别逼太紧，你们已经有杰西卡这么出色的女儿了。不远处，杰西卡正对着布莱恩眨眼睛。布莱恩，等会儿我演讲的时候，你可要仔细听哦。晚宴开始了，继承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。很快，轮到了杰西卡。她优雅地走向麦克风，将一缕碎发别到耳后，举起手中的题词卡。晚上好，各位，我是杰西卡·万斯。如各位所知，我曾是个孤儿，有幸被我可敬的父母收养。他们给了我最好的一切。他没能说完这句话，他的舌头猛地打了个结，然后重磅炸弹投下了。其实我不是孤儿。我来到万斯家这件事，完全是